如果你收到闺蜜莫名其妙的电话，请千万不要挂断，也许她此刻正处在危险当中。那天我早早的下班回到家中，总感到有些心神不宁。手机铃声紧接着响起，我拿起电话才看到是闺蜜打来的，我抱着不安接了起来。小兰，你下没下电梯啊？我的充电宝好像落在你那里了，明天上班还要用，到了楼下你先别走，我马上下去拿。闺蜜的语气似乎有些着急，听上去好像是刚刚和我分开，有重要的东西落在了我这里。小丽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还不待我继续询问，闺蜜莫名其妙的话接着传来。小兰，你到楼下了呀？等我一下，我马上下去。电话那边紧接着传来了一声关门声。这么晚了，闺蜜要去哪里？她说的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？突然，电话因为信号不稳定中断了，不知为何我的心情也有些紧张起来。听闺蜜的情况，好像是她遇到了什么危险。我连忙拨通了她的电话，可电话却显示对方不在服务区。一时之间我有些着急。闺蜜的家离我不远，大概就隔了一个街道。下楼后，我朝着他们的小区方向跑去。还没到达她的小区，我的电话铃再次响起。小兰，我跟你说，刚才真的要吓死我了。闺蜜一边大口喘着粗气，一边跟我说道。听着闺蜜快要哭出来的声音，我连声安抚她，慢慢说。刚刚我刚到家，我发现家里的鞋底有着一个大大的鞋印，一看就是男人穿的那种。而且我今天在进门的时候，手里的钥匙总是不停的滑落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是对不准锁眼。当时我心里就觉得奇怪，结果一回家就看到了鞋印。幸好你跑出来了，如果那个人还没走，可就危险了。听着闺蜜叙述她的经历，我不由得感觉后背一阵发凉。对啊，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心里就觉得怪怪的。闺蜜表示，在下班前就有种预感，不论是在公司等车，还是下车后回家的路上，总是感觉心悸，并且离家越近，这种感觉越强烈。我们一直通着电话找到了对方，我建议闺蜜直接报了警。在帽子叔叔的帮助下，我们确定有人进入过房间。后来在闺蜜与房东沟通的时候才知道，房东今日带着装煤气表的工人来到了家里。当时他敲门没人开门，他就自己带人进入了房间，想着很快安装好，这才没有通知闺蜜。幸好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乌龙事件，但闺蜜的直觉一直在提醒着她，也许有些我们的感受会比我们更早的预知危险。人脸解锁失败。凌晨3点，我听到我放在客厅充电的手机发出了语音提示，我浑身汗毛瞬间竖起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有一个习惯，睡前手机充电一定是放在客厅里。人脸解锁失败，我又一次听到了这个提示。为了更好的照顾80岁高龄并且有轻微老年痴呆的外婆，我的门一直是虚掩着的。开始我以为我的手机出现故障了，但很快我就发现不是，因为我听到了人的喘息声，很轻，就那么一下，但我的耳朵还是清楚地捕捉到了。此刻我心跳得很快，冷汗从我后背缓缓渗出，一个念头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浮现，有人进入了我的家中，会是谁？贼吗？还是什么入室抢劫犯？不管是哪个，我都希望他能知难而退。家里根本没多少现金，所有的钱都在我的电子银行里，但很显然他还在试图解锁我的手机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悄悄地扒在门边，探出头。这一瞬间，我瞪大了双眼，我看到一个很高的女人站在我放手机的桌子前，她探着头，弯着腰，身体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弧度，伸长脖子，而我的手机不断地发出人脸解锁失败的提示。我紧张的冷汗都出来了。她的头发很长，像杂草一样胡乱地堆在肩膀上，似乎很长时间都没有梳理过了。我家房子的门锁是防盗锁，走廊上没有监控，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。这个女人到底是如何进来的？这时我看到了厕所的门晃了一下，我感到了微弱的风。很显然，厕所的窗户没关，我们住的地方厕所的窗户对着外面的公用通道，那女人是从厕所爬进来的。外婆的房间就在我隔壁，我心里拼命祈祷着外婆不要起夜上厕所，但是我的祈祷并没有生效。我听到了外婆下床的声音，女人伸着的脖子一下子缩了回来，她猛地扭过了头，我躲在门后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女人手里握着的是一把尖锐的刀。我是个平凡的记者，外婆又已经80岁了，我们根本打不过那个身强力壮的女人，而我的手机偏偏还在那女人面前。隔壁的门开了，我听到了外婆蹒跚的脚步声。漆黑中，她的视线不太好，很显然她看到了那个女人，但她以为那是我。小右，你怎么大晚上穿着外面的鞋子啊？你刚下班回来吗？我听到了外婆的声音，我心里疯狂大喊着，外婆，那不是我，不要靠近她。外婆，快点回去。那女人动了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听到了脚步声。外婆终于意识到了那人不是我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家房子里？外婆虽然有老年痴呆，但犯病的时间不固定，她有时候是清醒的。这一刻，她显然非常清醒。我焦急地死死攥紧拳头。外婆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那女人是拿着刀的，我必须立刻出去救外婆。但同时，我却发现自己懦弱的竟然迈不动脚步，强烈的恐惧让我只能缩在门后面。我外婆还在大声询问那女人是谁，但紧接着她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就这么一下，
外面死一片的寂静，我的心脏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。这时，我听到了外婆闷哼了一声，我的眼泪从眼里喷涌而出，我肩膀颤抖不已，紧紧地捂住嘴巴。我知道外婆被他杀害了。我蹲在地上，屏住呼吸，不要发现我，不要发现我。我不断地祈祷着，但上帝没有听见。我感觉到了门外传来了呼吸声，我抬头看见那女人的头从门缝里探了进来，她咧嘴笑着看着我，眼睛瞪得极为夸张，我能看见她眼里的红血丝如同蛛网一般。我惊恐地尖叫起来，女人朝我扑了过来，我感受到了一阵尖锐的疼痛。下一刻，我失去了意识，我猛地惊醒过来，桌上的闹钟刚好走向了3点。刚刚的一切难道是梦境？正当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客厅传来了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：人脸解锁失败。很多人喜欢伴着手机入眠，而我的习惯是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。现在正有一个女人在尝试解锁我的手机。正当我以为刚才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客厅传来了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：人脸解锁失败。我猛地一下子坐了起来，这不是梦，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回来了，回到了凌晨3点这一刻。或许这是上天给我的一次机会。我攥紧拳头，我必须要拯救外婆和自己。我看了眼桌上的闹钟，再过1分钟，外婆就会起来上厕所。我必须趁着这1分钟进入外婆的房间，阻止她出来。我悄悄探出了头，女人还站在那儿，伸着脖子，尝试解锁我的手机。我想要迈出脚步，但恐惧让我犹豫了。我看了眼闹钟，只剩下30秒钟。这一刻，我鼓起了全部的勇气，我以最快的速度一侧身，闪进了外婆的房间，又反手锁了门。外婆刚好准备下床，她茫然地看着我，她刚要开口，我冲过去捂住了她的嘴巴。外婆别出声，我压低声音，喘着粗气说道。外婆被我吓到了，不明所以委屈地看着我。我没有时间和她解释，我拿起外婆放在床头的手机，准备报警，但让我绝望的是，她的手机没电了，为什么不充电？我气急败坏地压低声音问道。外婆委屈地看着我，摆了摆手，我忘记了。她的表情无辜的像个孩子。我知道她犯病了。此刻我又绝望又无奈，唯一可以联系外界的手机也暂时没电了。但好在我已经锁上了门，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充电，然后开机报警。突然我听到了脚步声，那个脚步声很奇怪，就好像那人是踮着脚尖走路的。那女人朝着这里过来了。等等，我浑身一个机灵，我的房间的门锁上插着钥匙，这个钥匙也可以打开外婆房间的门。外婆，你躲起来！我焦急的想让外婆躲在床下，床下脏，我不去。外婆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我急得快要哭了。脚步声停在了门口，我听到了钥匙被拔出来的声音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！我发疯似的将外婆往床下推，可是外婆就是固执的不进去。这一刻，我彻底崩溃了，我哭着爬进了床底，巨大的愧疚彻底将我淹没。我做了一个这么肮脏的事情，我放弃了外婆，自己躲进去了。很快，我听到了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那女人进来了。巨大的恐惧扼住我的心脏，我喘不过气来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外婆问出了同样的问题，但很快她的声音便在闷哼中戛然而止。我的眼泪早就糊满了整张脸。外婆倒了下来，似乎是巧合，她的身躯刚好堵住了床的缝隙。女人一时并没有发现躲在床底下的我，但是那女人杀死外婆后没有离开，她在寻找我，她知道这里住了2个人。我浑身颤抖不已。那女人在房间里徘徊了很长时间，但似乎并没有发现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身后传来一道毛骨悚然的视线，我颤抖着转过头，一张诡异带笑的脸贴在地面，眼珠子凶狠地瞪着我。她的一只手伸进床底，抓住了我的脚踝。我拼命地用力踹着女人的手，可她像是不知道疼痛一般，硬生生地将我从床底拖了出来。下一秒，疼痛感再度袭来，我再次失去了意识。我粗喘着惊醒，又是凌晨3点，我再一次回到了这一时刻。而此时客厅又一次传来那个让我恐惧的声音：人脸解锁失败。梅姐家里客厅闯入了一个奇怪的女人，被她发现就会被杀死。你和隔壁的外婆要怎么才能活下去？我猛地睁开眼，再一次回到了凌晨3点。客厅熟悉的语音提示响起：人脸解锁失败。没错，这已经是第4次循环了。回想起王琴的女儿是我们附近中学的学生，一个乖巧的小姑娘，之前在学校总被欺负，但知道王琴非常辛苦，懂事的她从来没和妈妈讲过。结果再有一次被同学欺负后想不开跳楼了，欺负她的人家里都有钱有势，这件事被压了下来。我记得当时报道上写的是，由于母亲疏忽对女儿的心理辅导，导致女儿得了抑郁症，跳楼自杀。小可跳楼的报道是经我手发表的。王琴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，曾多次打电话给我，希望我能帮他女儿把事实报道出来。他要让全社会都知道小可真实的死因，他想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走到门边，轻轻拔下了钥匙。这一次我动作缓慢无比，没有发出声音。王琴还在看手机，她没有发现我。我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外婆的房间，锁上房门。我依旧让外婆躲在床下，我只希望这次外婆暂时不要清醒。我将手机充电，这一次一切似乎非常顺利。就在我充完电打了报警电话之后，客厅里响起了脚步声，显然在往我们所在的屋子靠近。依旧是熟悉的砸门声，门很快出现裂缝。王琴，对不起，放下刀吧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小可的真实死因，让那些伤害过她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颤抖着说道。王琴似乎愣在了原地，眼泪从她眼中流出。我只想要一个事实，一个真相，可那些害了她的人换了个学校，依旧过着潇洒的生活，而你明明知道真相，却为那些人隐瞒，你和那些人有什么区别？我要杀了你们，让你们也尝一尝亲人死去的滋味。我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我没想到我的话反而更加刺激到了王琴，她砸门的动作更快了。我拿着拐杖砸在她要开门的手上，只要再坚持几分钟，警察到了，我和外婆就能安全了。
可王琴仿佛完全感觉不到疼痛，她打开了门，我奋力的反抗，我听到了警察破门的声音，但是我们之间的悬殊如此之大。此时，一个瘦小的身躯再次挡在了我的面前。你个坏人，我不允许你伤害我孙女。小佑别怕，外婆保护你。我抱着外婆，泪水早已糊满我全脸。从小我与外婆就相依为命，有别的小朋友欺负我，她总会挡在我身前赶走他们，哪怕她患上了老年痴呆，哪怕我现在每天忙没有时间陪她，但每次我回到家，她看到我都是笑眯眯的。小佑，你回来了吗？我知道外婆就算得了老年痴呆，她一直都在努力记得我，哪怕我有时候对她发脾气，她也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。警察把王琴制服了，但是我知道我的外婆回不来了。她闭上了眼，身体慢慢变凉。警察把我搀扶了起来，似乎一切都结束了。我看着被制服的王琴，王琴，你想要的报道就在这个手机里。其实当时王琴打电话找到我的时候，小可跳楼的真相已经写好了，可主编的施压，我一个实习记者也左右不了什么。为了我的工作，我选择了沉默。我打开了写好的报道给王琴看，照片上是小可留下最后的一句话：妈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为了我这么辛苦，我爱你妈妈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看着王琴眼神逐渐崩溃，嚎啕大哭，我的心也揪了起来，因为我失去了最疼爱我的外婆。我咬了咬牙，在众人惊讶的眼中跑向阳台跳了出去。我再次回到了凌晨3点，我知道我赌对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逃避。王琴，那份没发出去的报道就在我的手机里，小可还给你留了一段话。王琴呼吸突然急促了起来，我知道你想为小可报仇，但是小可她也不想你这么做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把手机交给我，我现在就让大家都知道事实的真相。你一定想知道小可最后跟你说了什么吧？我颤颤巍巍从王琴手上拿出手机，小佑，你回来了吗？外婆从卧室里出来，外婆，我在跟我朋友聊天，你等会儿再出来好吗？我朝外婆微微一笑，看着外婆点头走进了房间。我转头看向王琴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的错，我与外婆也是相依为命，因为我的懦弱，我没有发布这个消息，但是报道我已经写完了，你先看看好吗？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与王琴沟通，打开了那篇报道。我紧盯着王琴看手机时的神情，果然她看到最后那句话，丢下刀崩溃到嚎啕大哭。小可，妈妈的小可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呀。我再次拿过手机，把那篇报道发了出去。你放心，很快大家都会知道小可的事情，伤害他的人会付出代价。王琴抬起头，他似乎慢慢平静了下来。我已经去过他们家了。警笛声传来，警察破门而入，王琴就一直低头坐在那里。我看着他被制服了，终于循环结束了。我冲进外婆的房间，看着好好的外婆笑眯眯地看向我。小佑，你忙完了吗？我紧紧抱住了他，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了起来。我从未想过丧尸会爆发，昔日的同学也变成了嗜血的丧尸，我该怎么才能生存下去？啊，糟了！猛地起床，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11点07分。糟了，上午还有测验，我就这么睡过了。我烦躁地揉了揉乱蓬蓬的头发，这才看见手机上已经显示有11个未接来电，其中一个是1号床的室友童雅，还有2个是2号床的室友李萍萍，另外还有一个是我测验小组的队友屈文泽，最后7个来自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大学都不幸同班的青梅竹马江云。解开锁屏，便是一串嘟嘟嘟的提示音，要测验了，还不快来？小莫起了没呀？快点，阿江他进来了。我去，屈大神在帮你打圆场。妈耶，平时跟你见面就掐了，江云也在帮你打马虎眼。我一边穿衣服一边草草地翻看了几条，直到看见有人帮我糊弄了过去，这才稍稍松了口气。洗漱穿戴完毕，背好书包，正要出门，我下意识瞥了眼手机，想着先给室友们发条消息，突然发现从刚刚起床到现在，一个提示音都没有。直到此时认真看去，我才发现原来是手机断网了，没有信号。我将压在门把手上的手撤回，准备找个信号好的地儿再试试看。背包侧带的水壶不小心哐当撞在门板上，发出巨大声响。我不以为意，正待继续找信号时，忽然耳边响起砰砰砰的拍门声，我顿时也被吓了一跳。谁呀？有没有礼貌？哪有这么敲门的？哪知门外的动静不减反增，外面的人拍门的架势像是要拆家一样，门框上方甚至有灰尘扑簌簌掉落。我这回真的被惊到了，这架势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，比如疯子、变态杀人狂什么的。沉默维持了一会儿，门外的家伙似乎觉得这么疯狂的拍门也没意思，就渐渐安静了下来。我贴着门听了会儿，没有听到什么声音。好奇怪啊！我正犹豫要不要开门瞅瞅，一声响彻云霄的惨叫从宿舍外传来。我立刻跑到阳台向下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是血的女生正疯狂地奔跑着，而她的身后则跟着一群极其诡异的人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我当即就愣住了，同时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学校的话剧社正在排练吗？不过这未免也太真实了吧。就在我愣神的片刻，楼下的女生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直接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女生看着追上来的人群，却怎么也站不起来，只能满脸惊恐又绝望地朝着人群大声吼道：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救命！救命！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接着我便看到了此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。刚才那个孤立无援的女生，此刻已经被黑压压的人群淹没。女生的惨叫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很快人群就散开了。再看刚才那个女生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
像是完全失去了正常人该有的反应，眼神空洞而又木讷。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我始料未及。我抿了抿唇，决定出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难不成真是小说末日照进现实？这么离谱的剧情，我一个唯物主义的新时代大学生怎么能信？而且我向来也不是被动等待的类型。再说，我确实肚子饿了。若是因为莫须有的猜测自己吓自己，吓得连饭都不敢出去吃，被室友知道了，得被嘲笑大半年。我背上书包，想了想，还是将不锈钢水杯握在手心。虽然已经决定行动，但刚刚的一连串古怪动静，多多少少还是让我尤为谨慎。我无声地接近门板，小心地开门，慢慢拉开一条手指粗细的缝。从这条缝望去，大约30度左右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异样。我渐渐将这条缝扩大，直到能将自己的头整个探出去。这一瞬间，似乎外面有风通过窗户刮入走廊，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突然，一双猩红的眼睛正与我四目相对。刹那间，我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对方没有给我任何反应的时间，猛地扑向我。我忍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，立刻缩回了脑袋，迅速关上了门。什么鬼？紧接着又是一阵砸门声传来，我紧盯着面前的房门，捏紧手中的水杯，悄悄往后退了几步，想看看宿舍还有没有其他趁手的武器。过了半晌，门外的动静再次停止，因为有了刚才的教训，我不敢再盲目开门，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喃喃自语：真的是丧尸爆发了。正在我愣神片刻，安静的走廊上又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看来又有不知情的同学被咬了。我尽可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观察有没有逃离的可能。走向阳台，向楼下望去。我现在身处6楼，要从这儿下去更是难如登天。我顺着阳台朝对面看去，对面的男生宿舍看起来比我们女生宿舍好不了多少。只见5楼阳台上正站着一个满脸绝望的男生，他身子紧紧地靠在围栏边上，眼睛时不时转向从阳台通往寝室的那扇玻璃门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那扇玻璃门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，上面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。下一秒，只听哗啦一声，玻璃门应声破碎，那人闭上眼睛纵身跳了下去。砰通一声巨响，看着眼前惨不忍睹的画面，我不禁屏住了呼吸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，可没想到就在男生跳下楼后，他身后的丧尸也跟着他一起坠落。只见那3个丧尸摔下楼后，就像感觉不到疼痛一般，挣扎扭曲着重新站起来，然后跌跌撞撞朝着已经死去的男生扑去。不出意外的，那个被啃食的男生没过多久就重新站了起来，而后也加入了丧尸大军。我悠悠叹了口气，缓了一会儿之后，肚子却不合时宜的咕咕叫了起来，转身回到宿舍里，想找一些能果腹的东西。毕竟末日之下，保持体力也是很重要的。我自己是不爱买零食，童雅平时为了保持身材也不吃零食，只有平平总爱在半夜悄咪咪的偷吃。想了想，我直接打开了平平的衣柜，发现下方抽屉都是零食。平平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我感动的都快哭了，看到里面还有方便面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跑到卫生间拿一切能用的储存水的工具，小声的接着水。现在手机没信号不说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很难说什么时候就会陷入停水断电的状态。我拿起一包薯片，回到阳台又观察着外面的情况，想到早上群里的聊天记录，卧槽！我坐在窗户边，你们猜我看见了什么？刚刚对面5楼走廊的一个学生把老师扑倒在地上狂舔。我嚼着薯片，分析着现在的情况。既然赵鹏说的是对面5楼，那我的同学们应该不会直面第一波混乱。但即便如此，在教学楼那种人多又难躲避的地方，一旦人群爆发丧尸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说不定熟悉的同学里已经有人丧命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难过的同时又有一丝丝庆幸，如果不是我在宿舍睡过头了，那我未必能在混乱暴动的时候撑过去。想到室友、朋友以及根本联系不到的家人，也不知道家里那边什么情况，顿时眼眶有些湿润。真不明白为什么昨晚上睡前都好好的，怎么睡了一觉就变天了？就在我思考时，对面楼又传来了新的动静。如果你的学校爆发了丧尸病毒，被困在寝室的你怎么才能活下去呢？我在阳台观望着外面的情况，只见对面寝室2楼的2个男生似乎发生了争执。没过多久，其中一个人手握尖刀一路退到了阳台，另一个人突然以一种十分扭曲怪异的姿态朝男生步步逼近，直接撞在栏杆上。紧接着男生抓住机会，对着丧尸的后脑勺一阵疯狂乱刺，直到丧尸不再动弹后，男生才停下手上的动作。我瞪大眼睛盯着那个被尖刀爆头的丧尸观察了很久，那个丧尸并没有再活过来。看来这群丧尸也不是不死之身，他们的致命弱点就是脑干。我猛然回过神来，
我也得弄个武器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重新回到房间，寻找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武器，在桌子上找到了一把水果刀，把它贴身放好后，我又开始翻宿舍，想着能不能找到类似棒球棍一样的武器。短刀毕竟是近身武器，再准备个远程的有备无患。最终我盯上了阳台上的晾衣杆，没办法，女生宿舍里想找个正儿八经防身的真的很难。我把晾衣杆拆了下来，把刀用胶带绑在晾衣杆的顶头。正思索时，我突然瞄到了空衣橱的那个杂物箱，那个里面我记得应该有2台小型收音机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收音机，这是大一实验课时自己动手焊的。说是自己做，其实材料电路图都是老师给的，大家只需要照着电路图制作就行了。到最后课程结束时，可以说是人手一个成品。手机没信号，收音机也不会有吧？我有几分迟疑，但手还是老实支起天线调着频，收音机里很快发出沙哑的噪音。我慢慢转动着调频按钮，基本都是雪花一样的噪音。唉，果然。正准备放弃，又不死心的调了最后一下，忽然在一片噪音中捕捉到了一丝人声。我惊喜的眨了眨眼，迅速调回去，只听收音机里传来一道断断续续、需要艰难才能辨别的声音。随后就是大片哗啦啦的杂音，无论我再如何仔细去听，都没有任何声音。我叹了口气，但想想能接收到消息就是好事，万一之后可以再试试呢。我把收音机放在了桌上，就这样，我就在宿舍苟了3天。中途我不是在调收音机，就是在阳台观察外面的情况，也试着悄悄打开过门看看走廊。毕竟我不可能一直待在宿舍里，丧尸可能越来越多，坐等极其容易被困死。我得回家找我爸妈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我捏紧拳头，妈妈因为之前疫情本身就有囤货的习惯，家里的菜够他们吃1个月都不为过，但就怕他们联系不上我，想要来找我而遇上更多危险。突然收音机里又传来一道断断续续的声音。风暴小，信号，阅读，紧急避难，避难所，麻行。我喃喃自语。麻行？难道是麻行区？之所以能猜到，还得益于我对这个地方特别熟悉，那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富人别墅区，我每周做家教的那栋别墅就在那里，只是没想到会成为紧急避难所。真的假的？我抱着迟疑的心态收起收音机。算了，管它真假，反正要回家，我也会路过这个地方。收拾好所有的东西之后，静静等到了晚上，我拿起一个卷纸筒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在确认门外很安静后，缓缓拉开门缝。这几天我察觉到这些丧尸在夜间的视力会很大幅度下降，估计比瞎子好不了多少，只要不发出声音，他们应该就不会察觉到我的存在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，探出头去，过道里漆黑一片，我贴着墙壁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此刻我正与丧尸同处在一个走廊里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咬得体无完肤。我并没有摸黑走太久，毕竟撞上丧尸的概率太大。于是我从口袋拿出了水杯的金属盖，轻吸一口气，使出最大的力气，将它往最左边的楼道那里狠狠一扔。哐当哐当的声音响彻楼道，左边的声控灯如约亮起。我紧紧贴着墙面，走廊里的丧尸瞬间暴动，朝着那边跑去。我望着那群丧尸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趁着这个间隙，我赶紧下了楼，如法炮制。还好我准备的道具够多，在每层楼都用同样的方法吸引丧尸，一路竟然畅通无阻地来到了1楼门禁。我摸出校园卡，正想刷卡出门，突然意识到这样不行，因为每次刷卡通过门禁都会有很大的声音，这样很容易把丧尸吸引过来。还好门禁不算太高，我便想着无声无息地翻过去。然而就在我正要翻过去时，突然感觉脖梗后一阵战栗，有什么东西正向我扑来，是宿管阿姨。刚刚吸引丧尸时，她在门卫室里没来得及出来，太近了，来不及多想，我直接一个反身，顺势将晾衣杆往前一捅，但我的力道可能不够，眼看着他又一次朝我扑来。在我慌乱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办时，一道风声忽地从耳畔迅速掠过，有什么东西重重击打在了他脑袋上。莫小，你愣着干什么？低沉的声音响在耳畔，十分熟悉。一只手臂用力将我带出门禁，只是刚刚宿管阿姨那一摔，使得对方动怒吼了起来。此处楼道间的灯瞬间大亮，我也看清了男人的脸，是江云。不好，快跑！他拉着我的手往外直奔而去。奔跑中，我又隐约听到身后似有一道短促的尖叫，好像有什么人也在紧紧跟在我们身后。回头望了眼，果然见一个女生也背着包从地洞慌慌张张跑出来。那女生竟然穿了双高筒皮靴，跑动起来在原本寂静的夜里便显得格外清脆，立马吸引了比我预料中更多的丧尸围拢过来。你忍什么？救不了，丧尸太多了，如果救他，我没把握我们会活着。江云拽着我边跑边凝眉问道，他原是计划趁丧尸群夜盲状态时，采用尽量不惊动对方的策略找到我，可没想到闹出这么大动静。走吧，我们抄小道去体育馆。我跟江云从会玩泥巴开始就认识，这么多年，不说别的关系，但默契这一项还是有的。他似乎计划过路线，七拐八拐地带我跑到了体育馆门口，中途也没有引起动静，体育馆的窗户都被遮挡住了，
江云用3长1短的节奏敲了敲门，门很快打开。我们进去后，门又很快关上合拢。这时室内的灯唰的一下亮起，我这才看清场内站了不少人，还有许多熟悉的面孔。是小莫！天哪，云哥竟然真的把小莫从宿舍带回来了！云哥牛逼！赵鹏惊叫道。小莫，萍萍抱住我哇哇哇的哭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萍萍别哭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3天了，终于见到活生生的室友，我眼眶也微红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好了，别哭了，让小莫好好休息一下。这几天他都一个人，肯定也没睡好觉。童雅拍了拍萍萍，这位同学是？聚拢过来的人群里，有人发问，我望了过去，发现是江青老师。当天发生意外时，大家就是在上他的魔电实验课。江青50多岁，身形高瘦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法令纹很重，是我们麻吉大学校园论坛上远近闻名的冷面魔王，手下挂过的学生无数。我一见他，本能地站得规矩了些，哪知对方却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：平安就好。我愣了愣，大魔王转性了，瞥向李萍萍。萍萍看了眼老师，小声耳语道：阿江虽然考试上对咱们严苛了些，但人还是很好的。我望了一圈，班上原本30多个同学，到这里的竟然只剩12、13个了。别想太多，先休息一下吧。耳边传来江云的声音，他回到体育馆后，一直紧绷的身体放松不少，只有右手边放置的棒球棍一直紧紧攥在掌心。我正想开口说话，忽然只听啪嗒几声，体育馆另外几处阴影地方的灯光接二连三亮起，大门缓缓地打开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。这边好像是往学校后门去的小路吧？江云指了指左侧那条路。对，以前咱们逃课就走的这条路。赵鹏着急应和道：走那边，出门后不远就是小吃街了。江云皱了皱眉，大家跟紧了，注意安全。我们蹑手蹑脚地往前走去，突然有2只丧尸冒了出来，我心里惊叫不好。江云皱眉，举起手上的武器，前面再拐个弯，一直往前走就到学校后门了。你带着他们先走，我来断后。说完，他就走到了人群的最后。屈文泽也留了下来，看着后路口堵着的丧尸，再看看其他几个同学害怕的神情，我几乎没有犹豫，因为我知道以他俩的能力肯定可以应付，便迅速领着其他人往学校后门走去。停下！快到门口的时候，我突然打个手势，示意所有人停下。大门是锁着的，但我远远地看到有个人影在门卫室里晃悠，仔细一看，那人手里好像还拿着铁铲。肯定是门卫，我去看看，我跟那大爷熟。说着，鲁达率先摸了过去，我们藏在暗处静静地等待着。大爷，大爷！我听到鲁达喊了他2声，可大爷没有反应，于是鲁达又去拍他肩膀，大爷这才停下蹒跚的脚步。突然，他转过身歪的脖子张开了血盆大口，看得我一阵心惊。糟了，他被感染了！鲁达慌忙后退躲了过去，我趁机冲上去用武器抵制住他，以防他咬到鲁达。鲁达直接夺走了他手上的铁铲，并将他扑倒，然后死死地压在身下，伸手去摸他裤兜里的钥匙。我似乎看到鲁达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，身体也在微微颤抖。然后我隐约听到大爷含糊不清的声音：孩子们，动手吧，打死我，快打死我！已经被感染的大爷居然还残留着一丝意识。大爷，我听到了鲁达有些颤抖的声音，他不忍心下手，可我心里也知道，这种时候不能手软。即使现在他有意识，但他已经感染了。于是我拿着手里的武器给了大爷最后一击。我们用从大爷身上找到的钥匙，成功打开了学校的后门。与此同时，黑暗中到处都是丧尸的吼叫声。就在我们反身想要关闭大门的时候，在黑暗中看到了2个人影，江青按住要锁门的赵鹏。等等，是江云他们，快呀，快呀！你们再快点！我们无比焦急，尾随着他们而来的还有黑暗中的丧尸。就在2人踏出校门的那一刻，我们立即将铁门重新关闭，即使耳边还会不断传来僵尸的低吼声，但我们知道这道铁门让我们获得了短暂的安宁。怎么样，你们都没受伤吧？没有。在确认全员都没有受伤之后，我们开始向超市进发。我们一行人借助月光在小吃街穿行，一边观察一边前进，没费多少功夫，我们便来到了目的地，一家看上去很有年头的超市。这门怎么是锁的？赵鹏走上前去，壮着胆子推了推门，发现上面挂了锁。我记得丧尸不是从前几天中午就开始了吗？怎么还会有时间锁门的？鲁达朝2边看了看，然后指着侧边的一个过道对我们说：我记得这旁边的过道里应该是他们的仓库，说不定能进去。仓库的铁栅栏门确实是半开着的，但里面一片漆黑，大家都小心点，里面太黑了。我提醒着大家，然后第一个钻进了铁门。进来后，我才发现这仓库里真的是一点光亮都没有。突然，一阵轻微的摩擦声传来。不对，有情况！